嗨，大家好，欢迎你来到今天的中文课。假设你和你的老板去中国的某个城市出差，他给你分配了一个工作任务，他想让你安排一间会议室。在刚才的2句话里，我用到了2个动词，一个是分配，你的老板给你分配了一个工作任务，就是指给你了一个工作任务，但是分配这个词更加商务，更加正式。他让你安排一间会议室，就是指准备一间会议室。但是我们通常在正式的场合用安排，请你安排一个会议室，请你安排一辆车。我知道很多正在观看我们中文视频的朋友们已经学习中文很多年了，很多人可以听懂中国人的日常对话，而且也可以用中文进行简单的交流。但是呢，如果遇到了像会议室这样比较正式的话题，就会缺乏信心，因为不知道该怎么用中文来讨论这个话题。那么今天的视频就是为你而准备的。当我们想用中文讨论会议室的话题的时候，你至少要掌握3个方面的词汇。第一，就是会议室的类型，类型就是种类的意思。第二，会议室的设备。第三，关于会议室的租金，又或者是报价。我们来看第一个，会议室的分类其实非常简单，大致分成这3种：小、中、大。我们可以说小型会议室、中型会议室，还有大型会议室。除此之外，你还要问清楚这个会议室可以容纳多少人。容纳的意思其实就是指能够坐下多少人，这个会议室的空间可以坐下多少人。但是坐下这个词太口语了，在商务场景中，正式的场合中，人们会说这个会议室可以容纳多少人。比如一般来说，小型会议室可以最多容纳15个人，中型会议室最多可以容纳50个人，而大型会议室可以容纳60到300个人。刚才我给你的只是一个例子，并不是一个准确的数字，所以当你去租会议室的时候，你一定要问清楚这个会议室可以容纳多少人。假设你找到了一个小型会议室，这个会议室可以容纳15个人，可是你们一共有18个人怎么办？这时你需要另外一个句子，你可以问这里的工作人员，请问可以再加3把椅子吗？加是什么意思？1加1，就是这个加。你可以说，请问可以再加3把椅子吗？可是如果加了3把椅子后，你发现会议室变得特别的挤，特别的拥挤，你改变想法了，你不想要这3把椅子了，你就可以说，算了，把这3把椅子撤掉吧。算了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通常会在改变想法的时候，放弃之前的想法的时候说算了，算了，把这3把椅子撤掉吧。撤掉就是指拿走，把这3把椅子拿走吧。如果你发现小型的会议室根本坐不下，你就可以要求换一间会议室。我想换一间中型会议室。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会议室的设备问题。如果是一个比较正式的而且大型的会议，通常需要这6种设备。第一，话筒；第二，音响；第三，
讲台。第4，投影仪。第5， LED 电子屏幕。最后一个呢，当然是网络 WiFi。在会议开始之前，工作人员需要首先对话筒、音响进行调试。调表示调整，音量调大一点，音量调小一点。试表示试用。话筒会出现什么问题呢？比如没声音，又或者回音太大了。什么叫回音呢？如果你听到有人说话是这样，我，是，这样就是回音太大了。音响呢，比如音量太大了，或者音量太小了，又或者音响里有很多噪音。如果一间会议室具备了这6种设备，那么我们可以说这是一间设备齐全的会议室。你也可以说这间会议室的设备非常齐全。除了设备以外，我们还要看一看这个会议室的环境。比如这个会议室的通风怎么样？这里有空调吗？人们待在这个会议室会觉得呼吸不上来吗？没有新鲜空气吗？如果我待在这个会议室里觉得特别闷，说明这个会议室的通风系统不好。又或者这个会议室就像我们现在的教室一样，你可以听到外面的噪音，说明这个会议室的隔音不好，噪音特别大，可以听到外面的声音。最后我们来说一说会议室的价格。这里的价格不是购买的价格，而是租用的价格。租用这个会议室的价格，你也可以说租金。会议室的租金，它是怎么计费的呢？计算费用的计费。比如可以按小时收费，1个小时多少钱？也可以按天收费，从早上到下午10个小时，这一天是多少钱？按天收费。你也可以说按天计费。当你询问会议室的租金的价格的时候，你需要掌握这2个句型。第一，你们是怎么计费的？你们是怎么计费的？就是怎么计算这个价格的？是按天还是按小时？第二，租一天多少钱？或者租1个小时多少钱？现在你已经知道了计算的办法，但是你希望他们的工作人员能够把价格发到你的邮箱，应该怎么说呢？你可以说，你可以把会议室的报价发给我吗？你可以把会议室的报价发给我吗？怎么发给你？你可以把会议室的报价发到我的邮箱吗？你可以把会议室的报价发到我的邮箱吗？接下来你将听到麦克和他的老板之间的一段对话。麦克，我昨天跟你说的会议室找得怎么样了？我已经找到了，我打算预订王子酒店的会议室。好的，这次参加会议的人数比较多，差不多有30多个人。这个会议室能坐下吗？绝对没问题，这是一个中型会议室，可以最多容纳50个人。麦克的老板说，这次参加会议的人数比较多。什么叫比较多呢？他没有说非常多、很多。比较多的意思就是指和平时相比，这次参加会议的人数更多一些，比较多。比如你可以说，这次工作的任务比较重，就是比平时的工作更难一些，任务更重一些。这次参加会议的人数是多少呢？是30个人吗？不是，而是30多个人，
比30多一些，可能是31、32、33，那到底是多少呢？这只是一个大概的数字，差不多30多个人。当你想表达一个大概的时间、大概的价格、大概的数字，你就可以用差不多。比如，我差不多9点到办公室。他每个月的收入差不多有8000块。在这里，我们只使用了差不多一个大概的数字，但是在刚才的对话里，麦克的老板用的是差不多30多个人，还有第二个多。请大家注意这2句话。如果我说我差不多9点到办公室，是指9点左右，可能9点早一点，或者9点晚一点。但是如果我说我差不多9点多到办公室，说明肯定是过了9点以后。他每个月的收入差不多8000块钱，和他每个月的收入差不多8000多块钱。差不多8000块指的是比8000少一点，又或者比8000多一点，8000块左右。但如果差不多8000多，肯定是比8000要更多一些。我们再来看下一句，这个会议室能坐下吗？其实除了在会议室，你会问这个会议室够大吗？能坐下吗？在餐厅，我们也会问类似的问题，比如这个桌子能坐下吗？这里当然不是指人们都坐在桌子上，而是指吃饭的这个桌子周围有足够的空间、足够的位置供大家就餐吗？在口语中，人们经常这么说，这个桌子能坐下吗？麦克给老板的回答是没问题，而且他还在没问题的前面加了绝对2个字。他说绝对没问题，就是指100%没问题，你放心吧。绝对没问题，这是一个中型会议室，可以最多容纳50个人。那就好。那边的设备怎么样？他们的设备非常齐全，像话筒、音响、投影仪这些我们都不需要准备。另外，会议室还有一个 LED 电子屏幕。老板问，那边的设备怎么样？那边在这里指的就是酒店那边，我们不需要在对话里反复说酒店、酒店、酒店，你可以用那边这个词来代替。大多数同学都比较熟悉那里这个词，比如你那里现在几点？酒店那里的设备怎么样？这2句话都是对的，但是在人们的日常对话中，很多人会说那边。如果你去了北方，人们甚至会读作那边。那边的设备怎么样？你那边现在是几点？其实就是那边，也就是那里的意思。麦克提到了设备这个词，除了我们可以说会议室的设备，你还可以说办公室的设备。比如在办公室，你要有打印机、电脑、电话、摄像头，还有电子屏幕等等等等办公室的设备。又或者在工厂，人们经常用工厂的设备，比如工厂生产用的各种机器也称为设备。麦克列出了很多会议室的设备，像话筒、音响。这里的像是什么意思呢？像其实就是比如、例如的意思，但是在口语中人们会用像这个词。我们再来说说话筒这个词。话筒其实是一个比较口语的表达，比如我的面前就有一个话筒，你去唱卡拉 OK 唱歌的时候，你也会有一个话筒，但其实话筒也叫做麦克风。麦克风，他们的设备非常齐全，像话筒、音响、
投影仪这些我们都不需要准备。另外，会议室还有一个 LED 电子屏幕。那太好了，他们的报价是多少？这家酒店是按小时计费的，每小时400元。考虑到我们的会议时间是全天，所以酒店方给了我们8折的优惠。另外，还提供开胃小食和咖啡。这样算下来，会议的总费用是2560块钱。我们首先来看报价这个词，在这里会议室的报价是多少，就是指会议室的价格是多少。如果你的工作和贸易相关，你就一定要知道报价这个词。比如你要帮你们的公司采购一批原材料，你就可以说，你们给我报个价吧。你们给我报个价吧，就是指给我一个价格，而他们给你的这个价格就是报价，这是他们的报价。如果你觉得供应商给你的价格太高了，你就可以说，你们的报价太高了。你们的报价太高了。接下来我们再帮助大家解释一下酒店方是什么意思。你肯定认识酒店，为什么这里有一个方字呢？如果你曾经观看过我们关于签订合同这一期中文课程，你肯定记得，在签订合同的时候，一般有甲方和乙方，就是指签订合同的两边，可以是2个人，也可以是2个机构，甲方和乙方。再比如，当我们参加辩论赛的时候，我们会把对方称为你方，而自己呢称为我方。你方认为什么什么什么，我方认为什么什么。而在这里呢，酒店方其实就是指酒店这边。最后，我来给大家解释一下什么是开胃小食。首先，开胃小食这个词一般应用于酒店的服务行业，尤其是比较高端的酒店。如果某家酒店为你提供开胃小食，那是什么东西呢？它肯定是吃的东西，食物的食，而且分量比较少，不是正餐，不是一顿饭，可能是甜品、饼干或者是水果之类的一些零食。这家酒店是按小时计费的，每小时400元。考虑到我们的会议时间是全天，所以酒店方给了我们8折的优惠。另外还提供开胃小食和咖啡。这样算下来，会议的总费用是2560块钱。不错，那就尽快定下来吧。好的，我这就去办。麦克的老板说，不错。不错的意思就是指很好，所以他让麦克尽快定下来。这里的定指的是尽快确定下来，把这件事情解决掉。麦克说，好的，我这就去办，其实就是指我现在就去办这件事情。在口语中，我们可以说我这就去干什么，比如我这就来你家，表示我现在就来你家。我这就给你发邮件，我现在就给你发邮件。你会发现后半句麦克没有说我这就去办这件事情，他说的很短，我这就去办。最后请大家听一遍麦克和他的老板完整的对话。麦克，我昨天跟你说的会议室找得怎么样了？我已经找到了，我打算预订王子酒店的会议室。好的，这次参加会议的人数比较多，差不多有30多个人。这个会议室能坐下吗？绝对没问题，这是一个中型会议室，可以最多容纳50个人。那就好。那边的设备怎么样？他们的设备非常齐全，像话筒、音响
投影仪这些我们都不需要准备。另外，会议室还有一个 LED 电子屏幕。那太好了，他们的报价是多少？这家酒店是按小时计费的，每小时400元。考虑到我们的会议时间是全天，所以酒店方给了我们8折的优惠。另外还提供开胃小食和咖啡。这样算下来，会议的总费用是2560块钱。不错，那就尽快定下来吧。好的，我这就去办。